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败光好感，被网友盘成脸僵斗鸡眼，网友吐槽演技大型翻车现场。万众期待的赴山海播了，但谁能想到，这部号称投资3亿。改编自温瑞安经典《神州奇侠》的大制作，一开播就口碑崩盘，成了网友们的吐槽盛宴。诚意从琉璃莲花楼积攒的好感，这次差点被败光。说话不张嘴，脸部僵硬，眼神木讷，甚至被嘲小鸡嘴饰演技，配上离谱的穿越剧情和厚重滤镜，看得人脚趾抠的。都说武侠剧是男人的浪漫。但这剧只剩下了浪和慢剧情浪催，节奏慢死。赴山海开播前势头很猛，预约观看人数超1200万，平台热度值瞬间登顶。可剧集一上线，观众直接傻眼，这真的是那部期待已久的武侠巨制吗？豆瓣评论区迅速被1星差评刷屏，网友吐槽理由出奇一致：剧情注水，节奏拖沓，滤镜廉价。演技尴尬。剧集改编自温瑞安的《神州奇侠》，原著是正统武侠路子，但剧版硬是加入了穿书家系统设定，让现代社畜萧明诚意通过魔笛系统穿越进书里，成了原著主角萧秋水。这种设定放在武侠剧里，显得不伦不类。武侠的江湖气和侠义精神被稀释，主角行为动机变成完成系统任务，削弱了人物成长的逻辑。有观众吐槽：好好打打杀杀不行吗？非得搞穿越？原著粉更是觉得情怀被糟蹋。剧情推进缓慢，首播6集，主线进展有限，注水情节却不少。比如男主在古装剧里调制鸡尾酒的桥段，被拍了近半集时间。观众看得莫名其妙，一个写小说的为啥会调鸡尾酒和奶茶？还给了这么长的特写，这种硬塞的笑点和人设强调，显得生硬又尴尬。赴山海的服化道也备受诟病，服装颜色花哨，款式单一，缺乏江湖的粗粝感和真实感。诚意饰演的萧秋水，身穿粉色长衫，搭配俏皮小辫子和裸色美甲，被网友吐槽像男扮女装的花魁或误入江湖的花蝴蝶。这与张智霖饰演的艳狂徒那种黑色劲装、利落束发的江湖气形成鲜明对比，更显得男主造型不伦不类。场景布置也被指缺乏美感，质感粗糙。号称3亿的投资，但特效呈现却显得廉价。首集的悬崖飞马镜头，抠图感严重，背景虚化的像网页游戏截图，滤镜更是过度磨皮，角色五官都模糊了。诚意的脸在厚重滤镜下显得肿胀，下颚线消失，被形容像爱生成的塑料人，充满了廉价感。当他和滤镜较轻的配角同框时，这种不协调感就更明显了。诚意在剧中的表现成了观众吐槽的重灾区，他的演技问题被全面暴露，台词含混不清是老大难问题。观众看他的戏基本离不开字幕，否则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有网友吐槽，开静音看剧跟看默片没啥区别。他的原声台词缺乏力量，在一些需要表现江湖气概的场景里，甚至莫名有种娇嗔感，与武侠大男主的气场严重不符。面部表情和眼神戏更是灾难，被冯小鸡嘴饰演技，情绪爆发就靠瞪眼、撅嘴。眼神经常木讷无神，一场与母亲长相酷似的角色重逢的戏，本该情感澎湃，他却处理得平淡无力，只靠瞪眼和撅嘴来完成微表情。许多观众反馈，他的表演套路化明显，喜怒哀乐缺乏层次，端表情的痕迹很重，演员的状态也受到质疑。剧中诚意的面部显得浮肿，被指比莲花楼时胖了1圈，腮帮子都鼓起来，跟含了2块糖似的。眼神里透出疲态，仿佛在靠惯性完成表演。
这种状态使得他难以撑起萧秋水这个少年侠客应有的锐气和朝气，打戏表现也难以令人满意，动作被指绵软无力，像在摆 pose， 缺乏少年侠客该有的劲道。慢镜头运用过多，竹林对决等场面被拍得像是太极慢放教学片，失去了武侠打戏应有的爽利和力量感。更让观众感到离谱的是，剧中甚至出现了程毅手持纸质剧本的穿帮镜头。这种低级错误让人质疑剧组的严谨性和演员的敬业态度。与程毅饰演的男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2号柳随风。柳随风的人设是权力帮的副帮主，外柔内刚，亦正亦邪。徐振轩用灵活的处理方式，将角色表面温润如玉，实则心机深沉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的打戏动作利落，节奏快而不乱，兼具力量感和美感。许多观众认为，男2号的表现反而更像男主该有的派头。傅山海试图融入轻喜剧元素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许多笑点显得生硬尴尬，观众反馈 get 不到，甚至觉得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，如坐针毡。这种老实人硬搞笑的尴尬，进一步放大了剧情和表演上的不足。傅山海的争议也反映了武侠题材在当下市场面临的困境，如何在保留传统武侠精神的同时，吸引年轻观众。剧集试图用穿书家系统这种网文设定来创新，并融入现代价值观碰撞，但结果却是形神分离，失去了传统武侠的精髓，也没能很好的融合新元素。最终，傅山海被许多观众视为一部披着武侠外衣的流量产物。程毅主演的《傅山海》开播后口碑迅速崩盘，从宣传期的高期待到实际播出后的失望，落差极大。观众吐槽集中在3个方面：剧情、制作和演技。剧情硬塞穿书加系统设定，破坏了武侠剧应有的江湖气，导致故事逻辑不通，节奏拖沓。制作上，号称3亿投资，却呈现出廉价特效、浮夸服化道和厚重滤镜，甚至出现穿帮镜头，质感大打折扣。而程毅的表演更是争议核心台词含混，表情僵硬，被冯小鸡嘴演技完全撑不起侠客男主的气场。相较之下，男2徐振轩的发挥反而更受好评，打戏利落，人物层次鲜明。整体来看，傅山海试图创新却形神分离，既失了武侠精神，也未能吸引年轻观众，被不少网友调侃为大型翻车现场。